沃尔玛上一季营收1879亿美元，每股盈余0.81美元，两个数字全都打败华尔街预期。照理说，股价那天该涨对吧？结果刚好相反。2026年8月20日财报一出，沃尔玛单日暴跌 9.05%， 收在103.88美元，以将近9000亿美元的市值量级估算，那一天市值蒸发超过800亿美元。如果手上抱着沃尔玛，或者正盯着它，这支影片先帮你搞清楚一件事，这9个点的暴跌是黄金坑还是警讯？这期我把我的研究分享给大家，从飞轮商业模式财报迷思到估值重塑一次，拆给你看。当然也可能你和我一样通过观察沃尔玛的财报来与零售数据、消费者指数来做交叉验证。先讲结论，我的研究感觉是，现在中性观望，但我设了一条线，股价若跌到91到98美元的安全边际区间，我会重新考虑。理由一句话，沃尔玛的高利润飞轮是真实的，但这季财报的亮眼是被750个基点的一次性关税退款美化过的，底层毛利其实在流血。而现在36到39倍远期本益比，容错率低到可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Edward 的公司研究频道，希望我们共同打造一个既看数据又听故事的交流社群。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研究内容，希望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人。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，不适用投资建议。为什么我说它是飞轮，又说财报有假象？我们先从它怎么赚钱讲起。沃尔玛早就不是传统印象里那家只靠卖商品赚价差的低毛利超市了。它的核心模式从天天低价的商品差价，转成了用核心零售带动高毛利附属业务的生态飞轮。具体怎么转低毛利高转速的生鲜和快消品，负责把人高频率的拉进门，这是流量入口。这些高频流量再变现到4个高利润池子：零售媒体广告 Walmart Connect， 第三方卖场和履约服务 Centilla 数据服务， Walmart 加和山姆会员的订阅。高毛利业务赚的钱反过来补贴零售主业，形成一条别人很巧妙的护城河。怎么来衡量它的护城河呢？我归纳成3位叠加：一是规模经济，二是实体门市网络，三是数位生态，三者叠在一起产生复利。全美 90% 的人口住在距离沃尔玛门市10英里范围内，这些门市同时扮演区域分销，中心和最后1公里履约枢纽，直接把电商配送成本压下来，推着电商业务的边际利润率第一次跨进双位数。还有一点，每周超过2亿8千万人次的交易数据，让 Walmart Connect 能直接把广告曝光连到门市和线上的实际购买做闭环归因。在第三方 cookie 慢慢失效的现在，这是纯数字平台超不来的墙。好，讲完商业模式，进到最关键也最容易踩坑的财报拆解。2027财年第2季，截至2026年7月31日，沃尔玛总营收1879亿美元，年增 5.9%， 高于分析师共识的1867.5亿，调整后每股盈余 0.81美元，比预期的 0.74 高出 9% 多，毛利率提升到 25.4%， 年增96个基点，营业利益报告成长 28.8%。 单看这张表漂亮到不行，但是重点来了，这张漂亮财报里藏了一个一次性顺风。营业利益那 28.8% 的成长里，包含了高达750个基点的 IEEPA 关税退款一次性挹注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一笔关税退税集中入账，把利润垫高了。如果把这笔退款扣掉底层的调整后营业利益增速，其实只落在管理层原指引 7% 到10% 的高端附近。换句话说，真正有机的成长没表面看得那么猛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管理层把部分退款拿去做了价格投资，
把降价商品 rollbacks 从第一季的7200项扩大到11000项。听起来是打算回馈消费者，但也有一种可能，这种短期补贴掩盖了实体零售有机毛利率承受的真实压力。还有2个结构性的逆风，需要关注美国最高公平价格药品新规对沃尔玛美国同店销售造成了125个基点的负面冲击，比先前预估的100个基点还早。再加上高价但低毛利的 JLP 减肥药卖越多，越稀释健康分部的利润率，这都不是一次性的，是慢性病。顺带一提，美国核心同店销售额成长已经放缓到约 2.6%， 是近6年低点，而油价近期冲到每桶87到100美元，全年分销和履约成本多烧了超过20亿美元，中低收入族群的可支配支出被油价吃掉，消费更往生鲜这种基本需求集中。这对沃尔玛是双面刃，流量稳，但利润被压。管理层自己也很冷静，他们上调了全财年指引，净销售额成长调到 4% 到 5%， 调整后营业利益 7% 到 8.5%， 全年每股盈余 2.8 到 2.87 美元。但对第三季他们给的很谨慎，净销售额只指引 3% 到 3.75%，营业利益 2% 到 4%。 为什么？因为印度电商子公司 Flipkart 的年度购物节 Big Billion Days 从第3季延到第4季，但这个就会对第3季净销售额造成超过100个基点的逆风，所以短期催化剂其实受限。讲完财报，我们来看一下沃尔玛的长期价值。第一，护城河。我刚提过3位叠加，这里补一个细节，沃尔玛不是科技公司，而是把 AI 和机器学习嵌进营运全流程。它的自动化履约中心加上 Scintilla 供应商数据平台，提升库存预测和货架可视性。竞争对手想抄这套链接机、千家门市和自动化履约的系统，得砸巨额资本，花好几年，替代风险极低。第二，产品案例，我看最有代表性的是他买下 Vizio 之后的整合。沃尔玛2024年12月用23亿美元现金完成收购 VGO。 收购后他做了什么？把 Vizio 的作业系统和电视系统账户打通，建了全美统一的登录体系，把客厅大荧幕和全渠道购物行为闭环追踪。然后他和巴黎莱雅合作，用第一方消费数据再串流，内容里精准投可购物广告，观众看电视直接下单，选门市自提或当日送达。数据显示 65% 的涉返顾客说 CTV 广告帮他发现新产品，过半购买者是品牌的新客。这就是内容到商业 Content to Commerce 零售媒体广告的高毛利，预估超过 70% 在这里被兑现。生成式 AI 那块也别漏掉。购物代理 Sparky 最新一季周活跃用户环比成长超过 100%， 回答精准度提升 40%。 现在还在测试对话内的赞助广告位，广告加会员加电商，这3块高毛利业务正把综合净利率从 2.4% 往上推到 3.1% 以上，这是多方最核心的论点。第三，筹码与治理。沃尔玛的股权高度集中在创始人沃尔顿家族手上，透过2个信托合计持有约 44.8% 的流通股，资产管理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，持股极稳定，机构投资人约持有 38%， 主要是 Vanguard、BlackRock、State Street 这些指数基金。最新一季 13F 显示机构明显分歧， Invesco 大举加码1亿多股，增幅 241%， JP Morgan 也增持9600多万股。但整体来看，2053家机构加码，2170家减码，有人在高位获利了结。资本回报叶问2027年股息提到每股 0.99 美元，年增 5.3%， 达成连续53年提高股息的记录，还发了 42.5 亿美元偿债优化债务结构，持续回购抵销股权，激励稀释。
这种股东回报纪律是长期持有的底气。讲到这儿，你一定想问，听起来不错呀，那风险到底在哪儿？这部分是不能忽略的。空方最强的逻辑就是把前面财报那段再讲一次，750个基点的关税退款，遮住了底层毛利的压迫，核心同店成长已经掉到约 2.6%， 药品新规125个基点是结构性逆风，加上36到39倍远期本益比，市场已经把完美成长都算进价格里了。只要同店成长低于 3%， 或电商利润率改善停滞，估值乘数就会被压缩，容错率低到坏消息一出就跌9个点。多头会说沃尔玛的行业领先 IOIC， 高收入客群在通膨下加速流入，长期营业利益增速会持续超过营收增速，这一点也确实不容忽视。但多空的分歧核心不在飞轮存不存在，而在现在这个价格有没有把底层毛利疲软和短期逆风都计价进去。我的想法是还没完全计价。那我的框架是什么？分情景。上行情景，高利润飞轮如预期兑现，广告和会员持续复合成长，估值回到 DCF 模型算出的118到125美元价值，相对现在 103.88， 有约 14% 到 20% 的上行空间。下行情景，同店放缓，药品新规和油价持续压利润，估值乘数回到25倍历史均值，股价下探200日均线91到95美元区间。所以我的想法，现在中性观望不追。我设的买跌线是91到98美元，对应28到30倍远期本益比，也正好是 DCF 模型的下限区间。跌到那里我会重新考虑，毕竟长期复利也是有吸引力的。这不是喊单，是给我自己一条纪律线。什么信号会让我修改框架，让我上行调整的触发条件？同店销售重回 3% 以上，且电商边际利润率持续维持双位数，证明底层毛利真的在扩张，而不是靠退款撑。让我下行调整的触发条件，关税退款效应退去后，营业利益增速跌穿管理层指引，货油价把消费进一步打垮，货本益比压回历史均值，股价仍撑不住。技术面上也看一下，股价5月18日创下 135.16 美元历史新高后，走了双顶反转，8月20日那根暴跌直接跌破20日和50日均线， RSI 掉到 41.75， MACD 在零轴上死叉，资金在撤，首要支撑看100到 102.86， 失手就往91到95的200日均线去。分析师目标价中位数 123.39， 平均 138.1， 评级共识是买入，但那是市场预期，不是保证。总结一下，沃尔玛是一家正在真转型的公司，飞轮护城河，股东回报都扎实，但这季财报的亮眼有一半是关税退款的烟火。股价暴跌9个点，不是市场疯了，是市场在说现在的价格还没把底层毛利和短期逆风算干净。如果这一期帮你看懂了一家又爱又怕的公司，现在点个赞，算法会让更多被资讯差忽略的人看到。点赞订阅这个频道，让我有动力继续做下去。毕竟像我这样不喊单，坚持分享自己的客观分析的视频算法不喜欢推荐。留个问题给你，你觉得沃尔玛现在是黄金坑还是价值陷阱？评论区告诉我。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，不适用投资建议。我们下期再见。